男朋友出轨了，跪在地上求原谅，被我一脚踢开。他恼羞成怒，和绿茶小三在网上颠倒黑白，煽动网友网暴我。我笑了，他不知道，可是门铃拍下了全程。渣男贱女去监狱里锁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因为姥姥做心脏手术，我辞职回了老家。闺蜜文文休年假回来，给我带了一部手机。这部手机我帮你连上了新房的可视门铃，免得冯阳带一些乱七八糟的人过去。难得文文一本正经的表情，我哭笑不得。好，我会看着的。冯阳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快2年了。就在上周，冯阳告诉我他的房租马上到期，想搬进我的房子去住。反正也打算同居了，让他先住进去也无妨。我答应了，因为这事文文没少在我面前吐槽。好好的房子让别人先住，我说你也是慷慨。文文语气中满是调侃，他交房租吗？啧，我说你怎么就找这么个抠门货呀，傻姑娘。没办法，谁让我喜欢他呢？我故意把声音拖得老长。以我这一身鸡皮疙瘩，菲菲嫌弃地大叫起来，我们笑作一团。可是门铃挺方便的，只要有人从门前经过或者停留，立刻就会提醒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冯阳没有问，我也就一直没把连上客室的事情告诉他。近1个月来，我不是看到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，就是推销员在门上色宣传单。不过更多的是看到冯阳，他每天上班、下班、等电梯的样子。一些很普通的小画面，却让我感觉特别温馨。直到有一天，出现了一个女人。敲门前，她特意整理了一下头发。杨哥，是我，刘媛媛。不久，冯阳打开了门。是你呀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个给你。刘媛媛将手中的橙子递上前去。谢谢杨哥今天帮我搬东西。你有心了，都是邻居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冯阳说道。哎呀，你就收下吧，你先忙，我走了。刘媛媛笑得非常甜美，顺手关上了门。等电梯的时候，又往房门张望了2眼。从此以后，她隔3差5的就出现，有时是送一些小零食，有时是一袋水果，渐渐地开始出现她亲手做的菜。而冯阳一开始还会客气地拒绝，时间久了，也就由着他了。他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。杨哥，你家好漂亮啊，我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？又一个晚上，刘媛媛出现在我家门外。行，进来喝杯茶吧。冯阳只犹豫了一瞬，便让她进了门。10分钟后，冯阳把刘媛媛送到了电梯口。刘媛媛笑靥如花地挥了挥手，杨哥，我走了，拜拜。目送电梯门合拢，冯阳笑着摇了摇头，返回了屋内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晚些时候，我给冯阳打了视频电话，他正坐在书桌前看书。彤彤，你今天过得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倒是你，最近在准备注会考试，很辛苦。冯阳微微一笑，不辛苦，我觉得很充实。那就好。对了，邻居们都好相处吗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人怕麻烦，就怕以后搬进去碰到难缠的邻居。我试探性的开口，希望他告诉我刘媛媛的事。冯阳顿了顿，其实我独来独往的，也没碰到过几个邻居，应该都还好吧。他转移了话题，彤彤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。呵呵，我也想你啊，我故作轻松地笑着，心里却凉了半截。我告诉他，李婆婆家的小狗生崽崽了，张叔家的小娃娃抓螃蟹被夹住了手指。最后，我问他，那你呢？
最近有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儿吗？哪怕他对我坦白一点点都好。没有啊，冯阳回答得太快，反而有种欲盖弥彰的味道。许是察觉到自己的生硬，他又补充道：没什么有趣的，上班下班，回家做饭。如果非要说特别的话，特别想你。好啦，好肉麻，你看书吧，不打扰你了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刘媛媛的司马昭之心，冯阳不可能没有察觉到，可他对他的态度不仅模棱两可，甚至对我隐瞒了他存在的事实。我的心越来越冷。又过去了2个月，我也试着再次探探冯阳的口风，却都被他搪塞过去。对于刘媛媛的频繁出现，我已经麻木了。让我无法再忍受的是冯阳的态度。我告诉冯阳，得过了年才会回市，其实已经坐上回市的飞机。一下飞机，我先去了文文的公寓。看来，比起你的24孝好男友，你还是更记挂姐们儿我呀。文文打趣着问道：什么时候搬过去呀？我轻叹一口气，别贫了，我怀疑冯阳有问题。有问题？文文夸张地问道：哪方面呢？那方面吗？哎，你能正经点吗？我把这3个月关于冯阳和刘媛媛的事告诉了他。这哪是可能有问题，这简直就是问题呀！文文噌地起身，这个狗男人，文文，你别激动，我打断他，不论他和刘媛媛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，我和他之间也没可能了。明天就约他出来分手，好聚好散吧。窗外夜色深浓，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，雨滴淅淅沥沥地落下，似乎预示着我和冯阳泥泞的感情。叮咚，我的话音刚落，手机提示音响起，消息通知栏显示有人在门前停留。我愣了下，打开手机一看，差点以为自己进了某种颜色网站。杨哥，刘媛媛全身紧裹着一条白色浴巾，头发半湿披散在肩头，脸颊绯红，眼眸含春，引人浮想联翩。人家洗澡洗到一半停水了，能借用一下你家的浴室吗？冯阳没吱声，刘媛媛又半嗔半怒地喊了一声：哎呀，杨哥，你往哪儿看呢？他双手放在胸前堪堪提着浴巾的边缘，露出的半抹沟壑异常诱惑。好不好吗？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先进来。冯阳像是突然反应过来，他的声音低哑，语调略显颤抖。杨哥，你真好。门关上的那瞬间，我的心彻底跌入谷底。还愣着干嘛？走，捉奸去！文文一掌拍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吃痛地揉着肩膀。我说：文文，你这么暴力，以后谁敢娶你？不稀罕，姐姐我心怀天下，想给每一个男人幸福。行了，别废话，赶紧走。不到半小时，我们到达家门口，文文按住我的手，钥匙给我。她小心翼翼的动作，衬得我们不像是来捉奸，反倒像是做贼。客厅的灯开着，暖黄的灯光洒落在地板上，将屋子烘托得温馨无比。如果不是卧室里传来阵阵男女欢愉时的暧昧呻吟声的话，我的脑中嗡的一声，往卧室走去。门并没有关，一幅活色生香的画面顿时呈现在眼前。虽是意料之中，但当亲眼目睹时，还是觉得窒息。好精彩！文文拍着掌，皮笑肉不笑。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精彩、最劲爆的画面。啊！异常投入的男女这才发觉有人进了屋，慌乱地扯过被子遮住重要部位。彤彤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冯阳脸色难看的就像便秘一样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觉得很好笑。怎么，吓着你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不是。冯阳支吾道。总之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。
你的意思是？我打断他的话，目光落在脸色潮红的两人身上。我瞎了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就别再跟我狡辩。杨哥，他是谁呀？刘媛媛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怯若娇羞，可那一丝得意，我也听得清清楚楚。文文上前一步，冷嘲热讽：怎么，刚才不是还叫得很浪荡的吗？现在装作小白兔了？刘媛媛撒娇似的把头埋进了冯阳怀里，一副楚楚可怜的鹌鹑模样。杨哥，你要替我做主呀，他们欺负人。彤彤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冯阳眉头皱起，避嫌地将刘媛媛推开。在他语无伦次的时候，刘媛媛又在一旁小心翼翼开了口：不怪杨哥，是我自愿的。杨哥一个人太寂寞了，长期一个人独处会抑郁的，我只是希望能陪在杨哥身边。你闭嘴！冯阳低喝了一声，刘媛媛立刻乖乖闭嘴了。我没有怪他，我平静地望着冯阳，我只是觉得很恶心而已。你们都恶心透了。冯阳眼中刚刚浮现的欣喜瞬间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失落和懊恼。姐姐，我知道这件事让你伤心了，可是我是真心喜欢杨哥的，只要你和杨哥幸福，我愿意退出。刘媛媛一番话说得大义凛然，仿佛她才是受害者。住嘴吧你！小嘴巴巴的跟抹了开塞露似的。小三插足本来就够恶劣了，居然还装什么可怜？文文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演技这么好，要不要给你颁发个野鸡奖？刘媛媛脸一黑，不再顶嘴，低下头，委委屈屈的样子。我看向冯阳，冯阳，分手吧。还有，给你1周的时间离开这里。冯阳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彤彤，别再叫我彤彤！我冷漠地看着他，真的好恶心。说完，我拉着文文转身离去。在等电梯的时候，冯阳追了出来。彤彤，别离开我，我错了，只要你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他低垂着头，声音透着几分乞求。彤彤，你别这样，我真的爱你。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电闪雷鸣，瓢泼般的大雨倾泻而至，整片天空被染成一片暗黑色。别再滥用"爱"这个字了，虚伪至极。我厌恶地看着他，恨不得给他2巴掌，可现在我碰到他都觉得反胃。彤彤，你相信我，我发誓，我和他今天真的是第一次，我们之前从未。1次不忠，100次不容。冯阳，别再纠缠了，好聚好散。我真的1秒钟都不想多待。文文已经进入电梯，按着电梯门在等着我。我一只脚刚踏进电梯，彤彤，冯阳突然扯住了我的手，把我拉得一个踉跄，吓得文文啊的一声，手中的包包就砸了过去。没想到冯阳竟顺势跪在了地上，急切道：对不起，我真的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求你，彤彤，给我一个机会。他的声音中满是祈求，我却只觉得聒噪。这辈子不可能了。我试图甩开他的手，却被他攥得更紧。文文见状，立刻把我拉到身后，指着冯阳骂道：臭男人，别碰我们彤彤！自己做了龌龊事，还好意思和彤彤拉拉扯扯，滚一边去！这是我们2人之间的事，你别插手。老娘就插手了，怎么着？下文是你挑唆的，对不对？冯阳起身怒视文文，你一直看我不顺眼，所以想方设法的破坏我和彤彤。我早就应该想到你不安好心。你说的对，就你这种人，渣我看着都倒胃口。文文毫不示弱地瞪他，不过你要弄清楚，是你自己管不住下半身，
别满嘴喷粪喷到我身上。文文说完，挽住我的胳膊，冲着冯阳挑衅的一勾下巴。与其在这里攀咬我，不如好好去检查一下，也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把你给吓萎了。不要脸！冯阳低声咒骂一句：“你和多少男人不清不楚，还好意思指责我？你个贱货！”啪！我一巴掌扇过去，冯阳的脸侧向一边，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彤彤，请注意你说话的言辞，文文是我的朋友，不是你随便辱骂的人。啊，杨哥，你没事吧？不知在门后看了多久的戏，刘媛媛适时走了出来，伸手抚上冯阳的脸。哦，他身上穿着冯阳的衬衣，露出白花花的大腿。冯阳避开刘媛媛的手，还想再辩解，我再度挥手给了他一耳光。啪！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，早就想扇你了，从今往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。我拉着文文进了电梯，冯阳那悔恨的眼神消失在我的视线当中。雨水密集地拍打在挡风玻璃上，雨刮器不停摇摆，但依旧阻挡不住雨水的疯狂肆虐。哇哈哈，太过瘾了！文文拍手称快道：“彤彤，你刚刚真帅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怎么不笑？这种贱男人就该教训。”文文义愤填膺，不过这回便宜了那小狐狸精，进门就该收拾他。我轻叹一声，算了吧，文文，这件事我不想再提。良久，文文开口道：“彤彤，我猜你是没有那么在乎冯阳。”我微微一愣，他笑了起来，捉奸在床，还那么淡定，少见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搭腔。不是不在乎，而是看透了他的本质，又或者在他第一次允许刘媛媛进了我家的门，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。之所以没有立刻分手，也是想给他一个对我坦白的机会，可是一直等到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冷，都没等到。第3天上午，冯阳在文文的公寓楼下拦住了我。彤彤，我企图绕开，却被他拦住。彤彤，我们好歹也认识3年了，你忍心就这样跟我划清界限？我发了那么多短信，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一个都不回复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真可笑！我冷眼瞧着他，你背叛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之间的感情？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是我混蛋，我不应该那么糊涂，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他想要来拉我的手，彤彤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消气，怎样都行。冯阳，知不知道现在的你有多令人作呕啊？我的话让他愣住了。你背叛了我，事后又一副愧疚悔恨的模样来纠缠我，真让我觉得厌恶至极。别这样，彤彤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我没有发现你和刘媛媛的事，你扪心自问，会对我坦白吗？冯阳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和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”闭嘴吧！我打断了他的话。冯阳，你我之间已经没关系了，以后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。我不需要你的愧疚，也不稀罕你的道歉。你知道的，我最怕麻烦，更讨厌别人纠缠。见我转身要走，冯阳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。同乐，你至于吗？我不过是和其他女人睡了一晚上而已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我都已经这么低声下气地求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听到他的话，我只觉得胸腔中有一团火焰在燃烧着。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如今我才发现你是如此的没皮没脸，你把我的尊严放在脚底践踏，还要求我不计较，原谅你。冯阳，你真是太高估自己了。”我很少发脾气，可今天他的言行彻底惹毛了我。
你连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都没有，你这种人不配得到我的原谅。你问我还要怎样？我只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有任何交集。还有，立刻搬出我的房子！脏东西！冯阳的脸色更加阴沉，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才说道：“同乐，你非要这样咄咄逼人吗？你就一点机会都不愿意留给我吗？”我笑了，你不配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后来，冯阳说，就是这天我决绝的话，让导致他做了接下来的事。1周后，我带着中介上门，准备把房子卖出去。没想到，冯阳并没有搬走，刘媛媛更是堂而皇之地住了进来。她一改那日唯唯诺诺的样子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不断挑衅我。不仅捡到个破烂还当个宝，还直言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一张嘴8个没完。好讨厌，真的好讨厌！我直接联系了保安。眼看着要动真格，刘媛媛吓得直接跑出门。不过临走前，不知又触动了哪根神经，自己扇了自己2巴掌。同乐，我们走着瞧。真是有毛病！我叫人把他们的东西都丢在了楼道里，等中介拍好照片，我又跟着他去别处楼盘，看看有没有中意的新房。跑了1天，回来刚把手机充上电开机，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。我按下通话键：“你好，请问哪位？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还留在世界上做什么？去死！”我皱眉：“你是谁？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”对方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一味地骂我。莫名其妙，我掐断了电话。可是不一会儿，又一个陌生的号码进来了，同样是骂我，而且还用了更狠毒的语言，甚至说要弄死我。我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，直觉这件事绝非偶然。彤彤，快过来，你上热搜了！菲菲从卫生间里出来，手里刷着短视频。求助，极端前女友闹上门，广大网友帮帮我。画面中，刘媛媛渲然欲泣，我没想到她那么极端，不止纠缠我男朋友，打我，还带人来破坏我们的家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大家看看，她举起手机在一片狼藉的屋内晃了几圈，好好的家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墙面被泼了红油漆，屋里一片狼藉，哪还有半分法式轻奢的味道？他们居然敢这么糟蹋我的房子！刘媛媛红肿着半边脸继续煽情。我一直被保护得很好，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事情，求广大网友们支招，帮帮我。翻看评论，网友们义愤填膺，全都是一些谩骂、诅咒我的声音，偶有几个清醒的发言直接被淹没。这茶味都快溢出屏幕了，这届网友鉴表能力不行啊！文文在一旁：“彤彤，你打算如何应对这件事儿？不窥全貌，不言是非，请各位网友理性吃瓜。”我在视频下评论，刘媛媛立马置顶，并茶言茶语：“姐姐，放过我们吧，我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”手机提示音不断响起，在我的那条评论下面，全是谩骂和指责，污言秽语，难听至极。不止如此，刘媛媛还给我发了私信：“哼，怕了吧？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告诉你，我不会就此罢休，反而要加大曝光量。你最好删除视频并道歉，再把我的房子恢复原样，否则自己想清楚后果，别玩火自焚。”哈，你还威胁我呢？告诉你吧，我本来只想在杨哥装装可怜，不过杨哥说得来点狠的，你才知道厉害。好，冯阳，很好。本来他们的破事我没过多计较，如今居然还反咬一口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客气了。行，随便你。
刘媛媛以为我认输了，在那头得意洋洋，哈哈，你就等着被人唾骂吧，笑吧笑吧，看你还能笑到几时。看着我紧锁眉头，一言不发的样子，文文有些兴奋，怎么要出手了？不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我淡淡的回答，哈哈，有好戏看喽。3天的时间过去，在新媒体朋友的操作下，这件事的热度不降反升，网络上的舆论风波持续发酵。很久之前和文文去酒吧玩乐的照片，也被传到了网上，又是引来一阵热议。呵，泡吧女一看就水性杨花。有一说一，姐姐还长得挺漂亮的嘛，何必为了一个臭男人搞雌竞？这种女人也不知道有没有不正经交易，真恶心，看着就令人作呕。我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前女友，甚至水性杨花的捞女，而刘媛媛则变成了柔弱不能自理的受害者。至于这件事的男主角冯阳，一直没有发声。直到我爸联系了我，我决定反击了。我发布了一则短视频，内容正是刘媛媛仅穿一条浴巾搔首弄姿地站在我家门口的那段监控。杨哥，我洗澡洗到一半停水了，能借用一下你家的浴室吗？他矫揉造作的声音传遍了整个网络。今晚8点，揭露真相。我的配文更是引爆了所有关注这件事的网友们的八卦之魂。揭露真相？揭露什么真相？难道有反转？卧槽，好期待！这视频是 AI 合成的吧？这么拙劣的手法，连我都骗不过去。我倒是很想看看这个贱人究竟在搞什么鬼。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，各种猜测不一而足。冯阳看到了我发布的短视频，给文文打了电话要找我。文文是个暴脾气，直接开队道歉。文文讽刺地笑着，冯阳，你前几天玩消失，干嘛去了？你知道网暴对普通人的伤害有多大吗？你和那个贱人在网上颠倒事实，肆无忌惮诋毁童童，简直是猪狗不如，烂透了的渣男。你不知情？我呸！冯阳，酒吧的照片还是你给我们照的呢，你不知情？说谎都不打草稿，你是眼看着要牵扯到你身上了，才开始慌张了吧？还好意思舔着个逼脸让我们删除视频？你以为你身上插根鸡毛，你就算个鸟了？在输出一大串国粹后，文文直接挂了电话，并拉黑了冯阳。嗨，还不够解气，文文喝了一大口书，真该找人揍他们一顿。晚上8点，我准时开了直播，直播间里瞬间涌入了近2万名观众，且上升势头十分猛烈。大家好，我是童乐。前几天刘小姐发布的视频歪曲事实，颠倒黑白，不仅对本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，并且已经影响严重到我的家人，致使我不得不通过直播向大家说明真相。我扫了一眼弹幕，依旧是质疑声、谩骂声刷屏罢了，一群人云亦云的键盘侠。好了，大家的质疑我不想过多解释，因此我们直奔主题。后面的电视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刘媛媛在门前搔首弄姿的视频。首先，这是我家可视门铃拍到的，对，是我家，我的房子。至于之前刘小姐说这是她的家，我只能说不要脸的人无耻起来，真的可以无耻到极致。在我和前任渣男还未分手之际，他便进入了我的家，爬上了我的床。就是这段监控的当天，他们被我捉奸在床。我放出了2张照片，一张是冯阳跪在地上求原谅，另一张刘媛媛穿着冯阳的衬衣站在门口的。视频我就不放了，这2张照片也能够说明问题，是不是合成？我相信大家都有眼睛。太劲爆了！我的妈呀，竟然有这样
不要脸的女人！我去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女人原来才是个小三儿，被当事人抓包，太恶心了！现在的小三真是太猖狂了，疯狂刷新的弹幕几乎是一边倒。不过还有少量刘媛媛通过热点视频积累下来的粉丝在维护她。刘媛媛这个女人也是毫无智商可言，在这种时候非但没有找地方躲起来，反而站出来刷存在感。我不是小三儿，我和杨哥是真爱，杨哥只是被他逼急了，大家不要被他带偏了节奏。一些网友见了，又将矛头指向了我。哎，他是不是忘记可是门铃有记录啊？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希望不要脏了大家的眼睛。我直接放出了当天捉奸在床的视频。这些视频，文文交给我的时候说，有些画面打了码，可丝毫不影响效果。这是重磅炸弹，他们翻不了身。杨哥，他是谁呀？杨哥，他们好凶，我是真的喜欢杨哥，我愿意退出。彤彤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彤彤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你。真相是什么？不言而喻。下一个视频是刘媛媛的单独表演。小三儿又怎么样？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，别人怎么看我骂我，我都不在乎。我们走着瞧。刘媛媛狠狠地扇向自己的脸，直播间的氛围瞬间被推向高潮。我靠，小三儿真不要脸！我乐个擦，原来真是绿茶小三儿啊，还谎话连篇，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，不知廉耻。下见。呵呵哒，我早说刘媛媛这女人不是什么好鸟，你们还不信，还不够。最后放出的视频是刘媛媛和冯阳提着红油漆。杨哥，这么漂亮的房子就这样糟蹋，别怕，又不是我们的房子。冯阳伸手搂住刘媛媛，而且不会有人知道的，我全都计划好了。两人狰狞扭曲的脸在镜头里清晰可见，直播间看到这段视频的人全都愤怒了。这倒也是，要是我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也得把键盘敲得冒火星。卧槽，真的是他俩干的吗？渣男贱女，真特么恶心死我了！真的不是人啊，大开眼界，从没见过这么丑陋无耻的，不能放过他们。虽然刘小姐插足我和前任渣男的感情，但我从未动她一根头发。之前刘小姐发布的视频完全是她和冯先生自导自演，胡编乱造。介于刘小姐及冯先生在网络上恶意造谣，泄露我的个人信息，煽动网友对我进行网暴，且故意损毁我的私人财物，我将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还有一些对我恶意攻击的网友，请停止谩骂和诋毁，否则我也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说完这些话，我关闭了直播。冯阳、刘媛媛，等着接受法律制裁吧。最终，冯阳和刘媛媛因诽谤罪及故障损毁财物罪，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和1年半。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冯阳，在他服刑期间，我去探望过一次。冯阳瘦骨嶙峋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憔悴得不像话。这样的结果，你满意了？他抬眸看着我，声音嘶哑低沉。我不明白，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，为什么还要反过来问罪于我？冯阳，是你咎由自取，造成这样的结果的人是你自己。我毫不示弱，冷漠地回应道。冯阳哈哈大笑了2声，笑声中充满了悲怆。是我自己，同乐，你知道吗？是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，是你。他双手用力地抓住护栏，疯狂地冲我咆哮。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可笑？如果不是你怂恿刘媛媛在网络上发布视频诽谤我，
会有后面这些事。我的语气平静，却字字铿锵有力。你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伤害我，不过是因为我背后没有人撑腰罢了。但是你没想到我的家庭背景比你想象的要强。他们二人之所以被判得这么重，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爸爸，另外一方面则是我哥哥。爸爸是大教授，在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，这件事给他的名声带来很大的影响。而哥哥是金牌律师，这场官司我哥哥亲自出马，自然有他们的苦头吃。是你算计我。冯阳咬牙切齿，你一开始就知道刘媛媛的事，却由着我和她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。不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我明里暗里问过你许多次，而你呢，从来没有对我说实话。分手的时候我也说过，好聚好散，不想过多纠缠。我接着说，是你们欺人太甚，一次又一次地挑衅我的底线，以为我好欺负，以为我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你们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冯阳摇着头，嘴唇颤抖地说不出话来。在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问我，同乐，你爱过我吗？我顿了顿，爱过，当然爱过，曾经那么深刻的感情，岂是说忘就能忘的？可是在得知刘媛媛的存在后，那些心如死灰、夜不能寐的日子，也是那么真切地存在过。我知道了，他的神色平静下来，仿佛一瞬间苍老了数岁。最后，他朝着我的背影大喊：“对不起，彤彤。”天气不好，风声呼啸，我裹紧外套，快步离开。番外，弹指一挥间，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。一天，我和文文逛商场，远远的便看见一家鞋店里一中年女子与一年轻女子拉扯，旁边站着一位手足无措的中年男子。啪！中年女子不知怎么就动了手，打得年轻女子直接瘫坐在地上。贱玩意儿，你这种货色居然缠上了我家老李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性！中年女人指着瘫坐在地上的年轻女人破口大骂道。周围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，指指点点，文文也拉着我停下来看热闹。年轻女子低着头没有说话，只是一味地流泪。中年女人越发恼火，哭什么哭？你这种货色我见多了，就会装可怜博同情。呸！真他娘的不要脸！算了算了，走吧，别丢人现眼的。这时，一旁的中年男子忍无可忍地出言制止：“你还替这个小贱人说话呀？到底是谁丢人现眼？”中年女人不依不饶地叫嚣：“来来来，大家看看，看看这狐狸精长啥样，能把我家老李迷得七荤八素的！”她一把拽住年轻女人的头发，将她的脸抬起。啊！年轻女人尖叫，脸被迫扬起。那个角度，我刚好和年轻女人看了个对眼。怎么，有点眼熟？她看到我的一瞬，瞳孔骤然一缩，最后眼神闪烁地避开了我的眼神。她不敢和我对视，我心里却已经有了数。原来是刘媛媛，文文也发现了。看来这小浪蹄子刚出狱不久就勾搭上其他男人了，还真是死性不改。文文在我耳边嘀咕，要不要去添把火？算了，我看着周围举起手机的好事者，他的下场我已经可以预见到了。文文不甘心地嘟囔几句，在中年女子的咒骂声中，挽起我的胳膊离开。几个月后，我又收到了冯阳的短信：“彤彤，请允许我如此叫你。由于我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已经获得减刑，提前出狱了。在服刑期间，我想了很多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欠你一个真心的道歉。你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，给予过我无数的快乐和温暖，是我自己错得离谱，狠下心不计后果的跟你赌气，才会让你受到那样的伤害。
我爱过你，可我不配拥有你。我不再奢求能够得到你的原谅，也没有脸再去见你。如今的我，只是希望你能平安健康的幸福生活下去。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了，以后恐怕不会再回来，所以再见了，彤彤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窗外被夕阳渲染的云彩，心中一阵酸涩难忍，不过也仅仅是片刻而已。你怎么了？文文狐疑地看着我，你的情绪不太对。我摇摇头，没事，只是刚刚想起些旧日往事罢了。往事不可追，走，姐姐带你去酒吧嗨皮，重新给你介绍几个帅哥认识。文文兴奋地拉起我，哎，说好给我介绍，别你自己就先泡上了呀。说啥呢？姐是有原则的人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夕阳已去，皎月方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